我们再把最后啊这一个最难的部分，我们把它解决掉啊，因为这里的一个位置啊，一个问题点的一个关系，这里呢我就直接开始做一个正确的方法了。我们不像啊前几个视频一样，我们去讲一下错误的，然后再把它纠正。这里我们就直接开始做啊。这个位置呢，先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面分析状态，能够得到我们的分析面啊，有面的，我们正常的来讲，我们都是直接抽取，是吧？抽取以后，我们直接去做一个延伸，延伸啊，这边延伸不了，不管它，因为它是属于我们的一个 R 角部分啊，返回到我们的一个分析状态，一个面带边照射。那得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位置跟这里呢，好像明显是分离的，是吧？这种东西，还有呢，这个位置的一个 R 角呢，我们也明显的延伸不了了。20啊，也是延伸出来这个 R 角，它已经是坏掉了、烂掉了。那这种东西呢，我们干脆不要了，没意义啊。你要了也没用啊，是吧？那这一边呢，跟我们的产品求差，这边也跟我们的产品求差。当我们做完这一个步骤的时候，我们先不要去处理它上面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面在下面这里，它有一个 R 角，它有一个转折点，大家看到没有？它本来呢，我们这一个线呢，它并不是直接这样子一条完整的，它是走到这个位置，经过一个 R 角以后，忽然之间打了一个折啊，往这上面走。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这一部分位置，我们只能够做到这里，只需要做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把坐标放到这里来。上面的这一节我们把它切掉，直接选择我们的 XC 确定。那这个位置做完以后，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上面的这个面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啊，到底要还是不要它？因为上面的这个面大家看到没有，我们做多了以后它是变形的啊。虽然说前面这一节有同学会问啊，前面这一节这个位置呢啊，为什么没有变形是吧？为什么我们要把它不要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大家在后续如果说想要这个产品练习的话啊，可以找一下我。因为这个产品呢，我在做的时候啊，这个位置呢，我们去用原先的这个面所去接的时候，与后面的这一部分你是接不上的，或者说接不顺的，会产生一点点倒扣啊。所以这个位置，这个它曲形的一个面，我不要它了，我直接呢让这个面呢去拉伸一个面出来。那它拉伸的一个面呢，我们是朝着哪里？朝着我们这个方向。注意，是朝着这一个方向，让它到这里呢还有一个 R 角的一个距离出来，这个是我们所拉出来的。然后这一边呢，我把它切掉，还是一样的啊，我把它切掉了。啊，这个是我们做到这里的。那中间的这一节呢，连起来，把这个 R 角我们给它补起来，啊，用我们的网格曲面。这个是我们在这里。那剩下的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位置我们还有一个 R 角，是吧？我们把我们的 R 角呢做出来，再把下面的这一部分啊先给它补起来。同样的，我们是用抽取的一个方式。那这边呢，我们做一个延伸啊，延伸一个20能够搞定。这一边呢啊，先把它延伸这么多吧，好吧，不管它啊。那这一边延伸出来以后，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这个位置啊，本来是一个圆的。是吧？但是它现在呢变成一条直线，加上一节圆弧，下面这一节是圆弧，那也就是我们这个位置可能是一个失败品，或者说一个残次品啊。我们先不管它，在这个 R 角先给它搞出来 ，R 角也弄不了啊，能够延伸一点点啊。延伸完成以后，大家能够看到是吧？这个 R 角呢好像也是报废品。那这个位置我们就不要去要了啊！当然有同学呢也可能会问啊，老师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 R 角删掉，自己去做一个 R 角？这个 R 角不要了，是吧？啊，我们把产品放出来，我们自己去量一下这个 R 角它是多大的。比如说这里是5个毫米的常规 R 角，是吧？我们把这个圆弧呢延伸，这个面呢延伸啊，自己去导一个 R 角。告诉大家啊，这里大家导不了，因为这个产品呢稍微有一点的问题啊，你导不了的。那我们这个位置做到这里以后，我们再来做这里的一个部分，把这里呢稍微延伸一点点啊，因为它位置不够，我们把它呢切掉，同样的把它切掉。
去除它，再让它这一个位置呢和我们的产品呢求个差，那我们这一部分就出来了，给它变个颜色。再来这一边的一个位置，同样的啊，我们先把它这边呢做过来啊，这边呢我们刚刚切的时候啊，量一下它这里是不量的，好吧，直接延伸做一个2个毫米、3个毫米都可以。然后我们把这一边呢，我们把它切一下。为什么要切这里呢？因为我们要把这一边的一个边线，我们要把它做出来。这个我们就没必要去切了。下面的这一节我们要把它切掉。当我们切掉这一节以后，我们做的是哪里？做的是这一条。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想让这个 R 角这个位置接得顺畅，你这个面要往这一边做一个转折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把我们的坐标放到这里来定点一条轴，让它呢跟这条边呢是同样的一个方向，然后再以这一条呢，我们去做一个拉伸，选择我们的 YC 是 XC 在这里。下面的这个 R 角部分我们可以不用去管它，没意义。这个是我们往这边拉，那这一边呢，同样的还有这里往这边呢进行一个拉伸。这个位置以后我们做出来以后，是不是大家感觉这个边我们的一个 R 角的位置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了，是吧？包括这个 R 角我们都可以直接做过来。但是我们做完以后，一定要去观察一下这个位置到底会不会产生我们的一个倒扣，会不会产生倒扣我们自己要去判断观察一下。那它没有产生我们的一个倒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是能够看下来的如果说看不出来，我们可以用面分析去观察。那这一边呢，我们把它进行向上面延伸，让它呢能够修剪。做到这里呢，这一部分暂时先不去修剪它，先不去管它。这个 R 角的位置，我们可以暂时呢也不要去管它。为什么？因为等一下我们把它切掉，中间的这一节位置呢，我们把它补起来，我们就可以了。那剩下的呢，做哪里？做这一边。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分析面在这里，是吧？我们把我们的坐标呢，刚刚是摆了一下的，我们把它返回到我们的绝对坐标，然后这一个位置，我们把它呢拉出我们的分析面，包括下面的这一个位置同样的都可以拉出来。这后面呢都是比较平整的简单直接拉就可以了，好吧？我在这里呢就不做过去了。那这边的一个位置，大家注意观察，我们要想把这个位置给它接顺。大家注意看有很多同学，我们要把这一边接起来的时候，有很多同学呢怎么接呢？直接朝着这一轴，这里卡下来，像我们原先一样的。那如果说我们做成这样子的，告诉大家，你这个位置一定会跑披风，一定会跑没有说什么可能是一定会跑。这个位置你绝对封夹封不好的所以这个位置这种接的方式，在于我们而言它是不合理的。那这个位置我刚刚也跟大家讲了，这个 R 角我们看起来了，好像它已经有点叛逆，是吧？它没有按照我们所需要的一个轨迹在走动，那我们这个东西也不要它了，也不要它。那我们这一部分怎么去做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R 角的边缘是在这里，是不是？那我现在以这一个位置去拉一条线，或者说抽取都是可以的。你可以在这个面上面呢做一条线但是呢，我并不能够保证我做的是一个
好看的，或者说拉的是直的，所以我在这里呢，直接把这一个面呢拉出来算了，抽取出来，然后把我的坐标呢摆到这里来，啊，坐标摆到这里来，这个呢我拿开了，这个位置呢我把它切掉，啊，上面这个一部分尺寸我也给它复制一个出去，到我的251，好吧？为什么我要给它复制一个出去呢？因为这个位置啊，我也要把它切一下，切掉。那切掉以后，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呢能够做出来一条线？这个线就是我们这两个位置所接起来的啊，R 角的边缘指到这里吧，就是你这一个 R 角从这里开始指到这里，那这里呢就是另外一条边了。是吧？我们只要把这一部分接起来先。那我们接完这里以后，再来看这里，我们剩下的就是怎么样把这里接起来。那我们这里呢，中间的这一部分，我们要把它先干掉啊，因为这里有个 R 角过渡的，我们的 R 角过渡我们自己开始都没做啊，这个位置呢我们不要了，这里呢也不要了。那我们来吧，做一个 R 角过渡啊，这里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缝合啊 0.0254， 缝合以后，我们再把它的这一部分把它连接起来。这是这里连接啊，然后这一个位置呢，我们也把它连接起来。也把它连接起来。还有呢，上面的这一节位置是吧？我们也可以把它桥接起来。上面的这一节呢，我们把它切掉。我们制作一个拐角。那我们这个位置呢，我们就做成一个这个样子的一个状态。这一边的，我们再把它连起来先。这个是我们这一个位置，再来这一边，这是这一个位置，再把这一部分啊 R 角相接的这一部分给它补起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可能呢有间隙啊，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啊、第四个。这个是我们在这里的这四个部分啊，前面这一节顺畅了，我们再把后面的这一节给它补起来。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啊，这一个顺畅的一个位置。当我们把这里补完成以后，那大家再来看一下对面后面的这一节，是不是？后面的这一节我们有没有可能我这个位置我不需要了？
是吧？为什么？因为我从这里开始，从最边缘这个位置开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出来一段距离作为我的封交位以后，里面的部分我全都可以给它放弃掉了。啊，比如说我出来24，那我这一些我还要吗？没必要了吧？要了也没有意义啊，是吧？这么多圆圆弯来弯去的。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办啊？直接从这里呢，我们做一个面。那这个面怎么办？我们直接做出来。为什么要做出来？要让它的街道延长。这个是我们做到这里的这一个部分。那这一部分我们要把它我们的分形面放出来啊，大家能够看得到的，它在这下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平面。这个位置做过去，这是我们在这里的。那你想要让这里和这里接起来以后还是顺畅的啊，我们先把这一部分多余的把它切掉，好吧？下面的这一节呢，我们也可以把它这一节我们可以把它延长了，延长以后呢，我们同样的也可以把它切掉了。那这一边多余的东西，同样的也可以把它切掉了。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是吧？但是这里所需要的呢，我们这里还是空掉了，是吧？那我们为了保证让这里能够接得顺畅，在这里而言呢，我们会考虑到用一种方式，什么方式呢？大家要学会去做我们所做的辅助线、辅助面有的时候本身产品没有，我们自己呢要想办法。反正我们只要做出来的片和一个片体和我们所做的一个面是合理的，那我们是都能接受的。比如说这个位置同样的一点我在这里而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把这一条线拉长，现在是我拉的这一条线，但是我这条线呢，我的想法就是让这个点和这个点用圆弧过渡把它接起来，而不是现在这样子这里就是空掉了，是吧？我圆弧过渡接起来以后，那这个位置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做一个圆弧呢？是不是这个位置到这里我们又能够做一个圆弧，那跟这个位置相切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思路。那我们在这里呢用我们的曲线修剪，把这一条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把它去掉我就不去画线了，我们就是用这一种方式来做。当我们抽取完以后，是吧？我在这里按照我刚刚的思路，用桥接曲线，这边和这边应用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这一条线就是说还是比较幅度比较大的，比如说现在这样子，你觉得它比较大，我还可以把它呢向后面拉，让它尽量呢弧形呢没有那么拱，比如说到这里来。那同样的我再来做一下，大家看一下现在是不是这样子没有像刚刚那样子急来急往的，是吧？现在这样子比较平缓的一个过渡。那平缓的过渡完成以后，在这里以后呢，大家又要找到这一个点了这一个点。那从这一个点开始，把我们的产品拿开，把这一个切掉 ，XC 这里切掉这一边呢，我们可以从它这里开始呢，我们去画一条线。注意，这里画线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直接去画线直接去点这个曲线直线不行。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要选择我们的一个曲线表面上的曲线
啊，选择这个面，再选择开始起始点。这一边呢，啊，我们就选择一个大概的位置吧，好吧？那这里做完以后，那我们做这里样子的一个步骤是什么？这里是吧？跟这里呢，我们本身就是直的，但是我们也把它连起来。当然也可以不去做这个啊，直接去连啊，更加方便一点。但是你们走了一个弯路啊，连起来以后，我们再把它呢做出来。有个时候讲的久了啊，脑袋有点犯晕了。那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所做出来的一个部分，一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边上的这一个辅助的，我们都可以删掉了，没用了啊。把我们的产品放出来，这个位置是我们用啊这一边在这里过渡的。那剩下的这一个位置我们怎么去处理它呢？在这个位置我们能不能够导一个 R 角啊？先把上面的这一节我们把它缝合 0.0254 啊，我们让我们的这一个和这个面做一个圆弧啊，也是做一个面，单个面，选择一个相切面吧，好吧。这个部分我们选不中。我们做一个10个毫米，看一下有多少。8个毫米。啊，这样子的，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位置是不是大家有看到这个位置又空掉了，是吧？不用着急，空掉啊，不用慌。我们把它延伸啊，延伸以后大家能够看到，是吧？我们这一边也是这样子。那我们这里呢，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来了啊。如果说我们按照这样子去做，我们现在所做的切的这一条表，我把它返回去，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到没有？我现在所做的这一个切面是跟我在我的所做的这一条辅助线，它是在里面的，所以我们把这个 R 角进行一个延伸的时候，这一边才会多出来一部分。相反的情况，如果说我把这部分去掉，把这一边我给它延伸出来，延伸出来10个毫米，好吧？那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做一个面 Z 轴，把这里切一下啊，切成一个平的。我们做一个往里面呢切掉一个0.5吧，好吧？那我把下面的这一节切掉啊，多余的啊，同样的我们也把它切掉，没关系，这个位置我们还没选到。我们把它多余的啊干掉它先。这一节我们比较短啊。
如果说切不了，你就不去管它了，好吧？直接制作一个刮角吧。啊，这个是我们在这里的一个状态。这个位置是我们这一边，它稍微矮了一点点，延伸一点点。啊，所以我们刚才呢切不了啊。多余的位置我们把它去掉。这一边呢，同样的啊，从这里开始，里面的这个位置我们就暂时不去管它了啊。这个位置我们再导它的 R 角，我们刚刚开始导 R 角的时候呢，这一边是延伸进去有问题了，是吧？那我们现在再来。这个位置我们有间隙了，它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把这个位置有间隙的这个面啊，我们直接不要它了，自己做一个。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面呢补起来。取消掉。如果说这样子把它取消完成以后啊，你的公差师如果说还不在允许的范围之内，那我们就要用到把这些线呢，我们要抽取出来。啊，现在这个样子。去除一下参数，把这些不要的呢，我们可以删掉它了啊。然后呢，再去进行一个缝合。再来呢，我们去导这个角。太大，我们5个毫米。啊，那我们导完以后，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一部分，是不是在这里还有空的吧？我们没有了吧？啊，我们可以把这些辅助线都去掉了啊，现在这些辅助线条都没有意义了。下面的这些啊，我全都删掉了啊。再来视图布局更新显示，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位置是不是接得很顺畅？同时这个位置我们也有我们的一个过渡啊。这一边呢，我们把它做过来啊，我把它里面的这一节呢把它切掉。可以把它稍微的加长一点点啊，因为我们的刀呢太短了。再来啊，现在就能够切到了啊。我们的刀太短了的时候，我们就切不了啊。然后这一个位置也把它去掉。那这边呢，同样的。是吧？多出来的一点点，我们肯定多余的片体，你到时候保留在这里，到时候分模啊，你是分不了的啊，分不开的，又会有红线，这一部分擦掉。那还有一点点呢，我们刚刚所延伸出来的这个0.2是吧？我们也要把它去掉，这边做延伸吧。
50，再把它切掉。啊，那我们这边呢，大家能够看到的，是不是？啊，多余的我们都没有了。那这一边呢，做过来以后呢，这边就不用多说了啊，直接连接起来。啊，这边把它一直连接过去就可以了。啊，包括这个位置都把它剪掉。啊，跟着凸出来的这一节，我们也把它剪掉，这样子做一个修理。啊，那这个位置的一个接法，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原本跟着产品的一个弧形这样子走过来，中间通过它的圆弧过渡，通过这一边，我们是通过下面产品上面的线告诉我们的一个位置。啊，当然有同学可能会啊直接从这边这样子拉过来，那直接这样子拉过来以后，大家可能会看到这个位置的一个封胶位是很少的，很少的啊！你做一个平面去做一个封胶在这里，你根本上做不了啊。也就是下面的这个位置啊，有同学是拉直的。往 YC 方向啊，有同学是这个样子去进行一个分型。那这样子分型以后，你们能够看到啊，这一个位置的一个封胶位很少啊，并且这个位置呢又不好去接了，很难受啊，好吧？所以这一个位置啊，包括这个产品，我们就只讲到这里。后面的这一个位置呢，我就不去讲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能够看一下啊，没有一个特色啊，它都是分型面呢都在这个线上面，你直接拉出来就可以了的。包括这边的这一节，都是直接拉出来就行了。啊，那这个产品的一个重点，它就只有这几个位置，这一个位置，这一个位置，还有呢，在这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是最难的，所以呢我就没有去讲过多的一个曲解了。这一边呢，这一边啊，尤其是在这一个位置，给大家去做了2种错误的一个示范。啊，那我们这一个产品呢，我们就讲到这里。